周杰伦被10年兄弟坑走2亿新台币，前2年还带他上春晚，转头把天王当韭菜割。币圈黑天鹅事件后，直接玩消失。说好的兄弟情深呢，咋就变成币圈杀猪了？到底是黑天鹅背锅，还是早有预谋？这事儿得从一场神仙友情说起。2016年，周杰伦在巡演后台发现了个叫蔡威泽的魔术师，一眼相中他的才华，直接拉来当魔术总监。接下来的10年，周董简直把蔡威泽当成亲弟弟带，巡演给10分钟专属魔术时段，上周游记全程绑定出镜。2018年，干脆带着他登春晚合作告白气球魔术秀，把小魔术师捧成了全国知名的腕儿。私下里更铁，蔡威泽家道中落时，周杰伦帮他撑场面，生日时晒合照喊，互相扶持的兄弟圈子里都羡慕蔡威泽抱上了天花板级贵人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份掏心掏肺的信任，最后变成了2亿新台币的窟窿。2024年，蔡威泽跟周杰伦说比特币行情好，我帮你操盘稳赚。周董也是实在，直接转了1亿新台币，全权委托他在交易所开户操作。当时比特币正从10万美金往上冲，蔡威泽天天发盈利截图，周董估计还觉得兄弟靠谱。转折点出在2025年初，蔡威泽突然说账户被技术锁定，钱提不出来，一边哭穷被人追债，一边开了张还款本票求宽限。周董念及10年情分，硬是等了大半年，直到10月11号，币圈突然炸了，比特币单日暴跌17%，从12.2万美金跌到10.15万，全网爆仓190亿美元，164万人血本无归。这时候周董才发现不对劲，蔡威泽不仅失联，还款本票成了空头支票，银行说存款不足，更糟的是第三方合作伙伴拿着催讨文件找上门。原来蔡威泽早就打着他的旗号拉投资，现在债主全盯上了杰威尔音乐。10月15号，忍无可忍的周杰伦在 ins 上发飙，有谁看到这位把自己也变不见的魔术师再不出现你就完了？这话比龙卷风还狠，直接把10年友情撕得粉碎。可蔡威泽只回了句暂别社交平台就彻底消失了。网友调侃这是他这辈子最成功的魔术人间蒸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周杰伦的钱到底是被卷走了还是亏没了？答案大概率跟10月11号的币圈灾难日直接挂钩。很多人不懂黑天鹅是啥，说白了就是意料之外的超级暴跌。这次的杀伤力直接刷新历史记录，比特币单日跌17%，一天蒸发的市值比很多小国 GDP 还高。以太坊跌超20%，狗狗币这类山寨币直接腰斩。爆仓的90%是做多的投资者。爆仓是啥意思？举个通俗的例子，你有10万本金进了90万杠杆炒币，总共100万入市，只要币价跌10%，你的10万本金就没了，平台会强制平仓，这就是爆仓。蔡威泽大概率就是加了高杠杆，赶上暴跌直接赔光，没法跟周董交代才跑路的。那好好的市场为啥突然崩了？主要是3个炸弹同时炸了。10月10号，特朗普突然放话，11月起对中国加征100%关税，还禁售关键软件，全球资本瞬间慌了，赶紧抛售风险资产。比特币首当其冲，就像堆了一屋子炸药，只要有一点火星就炸，价格稍微跌一点就触发连锁平仓，越平仓越跌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再就是流动性恐慌蔓延小币，种先崩，散户吓得赶紧卖主流币，机构也跟着出逃，最后变成踩踏实抛售，就像电影院着火，所有人都往门口挤，反而堵死了出路。有币圈老玩家称，那天打开软件屏幕，全是红色平仓短信，一条接一条，比失恋还难受。而蔡威泽手里的周杰伦的钱，估计就是在这场血洗里蒸发了。所谓的账户被锁，不过是骗兄弟的借口。很多人好奇蔡威泽跟了周杰伦10年，为啥敢这么作死？其实从细节看，这哥们儿早就在玩猫腻，周董的信任反而成了他的作案工具。首先是借名气拉虎皮，知情人士爆料，蔡威泽在币圈一直吹嘘跟周杰伦是铁兄弟，他的钱都我管，用这身份拉了不少投资者，甚至让女友盗用公司款项填自己的炒币窟窿，等于拿着天王的信誉当诈骗背书。现在东窗事发，杰威尔音乐和周董的口碑也受连累。其次是玩委托理财的文字游戏，现在双方的核心矛盾是，周杰伦说这是代持，钱是我的，你得还本付息。蔡威泽要是狡辩是委托理财，那就按实际盈亏算，亏了算你的，
赚了分我钱。这招特别阴，因为虚拟货币投资不受法律保护，就算闹到法院，周董想举证都难。最狠的是，早有预谋转移资产。台北法院冻结蔡威泽资产时，发现他名下只有2处房产和1300万新台币成款，连零头都不够填2亿的窟窿。业内人士推测，他可能早就把比特币转到匿名钱包，通过混币器洗白了。这玩意儿能把资金拆成无数笔，混进全球交易记录里，就算 FBI 来了都难追踪。更讽刺的是，蔡威泽的消失术比魔术还拙劣。魔术圈的人都说，就算闭关防泄密，也会提前跟合作方打招呼。像他这样突然失联、回避债务的，根本就是心里有鬼。现在传票没人签，这叫账号注销，活脱脱一副卷款跑路的架势。周杰伦都告到法院了，钱能追回来吗？说实话，难比登天还难。不是周董没实力，而是虚拟货币诈骗法律法规本身就不完善，普通人碰上基本就是肉包子打狗。我国除香港地区外，明确禁止任何加密资产交易，意味着你参与比特币投资本身就不合法，就算被骗了，法院也没法按合法投资纠纷处理。杰贝尔音乐之所以不予回应，估计也是知道这一点。比特币看似每笔交易都记在区块链上透明账本，但它只显示钱包地址，不显示真人信息。只要骗子把钱转到匿名钱包，再经过几次混币，就能把资金流向搅成一锅粥。之前英国没收钱志敏 6.1 万枚比特币，花了整整2年才追踪到，还是因为他没做好洗白工作。周董和蔡威泽大概率是口头约定，就算有转账记录，蔡威泽也能说这是周董送我的，或者是合作款，没有白纸黑字的协议。想证明代持关系，基本是空想。要是蔡威泽一口咬定我是好心帮他理财，亏了赖我，周董可能连本金都要不回，证监会一查一个准。但币圈就是3不管地带，国内管不了，国外不想管，平台没法管，所以就算周杰伦是天王，面对币圈的灰色地带，也只能吃哑巴亏。其实周杰伦不是第一个栽在币圈的明星，这些年明星闯币圈翻车的案例一抓一大把，个个都是真金白银买教训。潘玮柏之前站台的 NFT 项目，号称明星限量款，上线时炒到几十万，结果不到半年就暴跌 99%， 粉丝亏得骂街。李冰冰投资的虚拟货币基金赶上2022年熊市直接清盘，本金亏了70%。连一向谨慎的刘德华不曾被虚假元宇宙项目碰瓷，被迫发声明澄清没参与任何币圈投资。为啥明星比普通人还容易踩坑？其实就是明星圈子小，往往靠朋友介绍投资。像周董信、蔡威泽就是吃了10年友情的亏。骗子抓住这一点，先跟明星搞好关系，再杀熟，再加上币圈动辄一天涨100%的神话，对赚惯慢钱的明星诱惑极大。蔡威泽当初肯定给周董画了翻倍的大饼，不然天王也不会砸这么多钱。现在大街小巷都在吹嘘虚拟货币明星，怕被说跟不上潮流，就算不懂区块链也硬着头皮投资，结果成了待宰的羔羊。就像有人问周杰伦比特币和区块链啥关系，他估计也说不清楚。更讽刺的是，很多骗子就是盯着明星自带流量的特点，先骗明星入局，再用明星的名气拉散户接盘。不管是币圈投资还是朋友推荐的好项目，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。凡是熟人推荐加高收益，直接当骗子党。记住，友情归友情，钱归钱，就算亲爹妈推荐年化50%的项目，也得打个问号，不懂的东西绝对不碰。比特币、NFT、元宇宙这些新概念，骗子最爱拿来忽悠人。你要是连杠杆爆仓都不知道是啥，就别跟风投钱。就像有人问你量子力学咋回事，你答不上来，那量子货币肯定是骗局。只要涉及虚拟货币，直接拉黑。我国明确禁止虚拟货币交易，不管对方说得多天花乱坠，就算是天王推荐，也千万别碰，因为你赚的钱可能是赃款，亏的钱没人赔，最后落得钱没了，还可能违法。这场闹剧也给所有人上了一课，友情这东西一旦掺了太多钱，就容易变味。币圈这地方，就算包装的再光鲜，本质还是赌场。进去的人十有八九是韭菜。就像网友说的，周董带蔡威泽从破产走到春晚，蔡威泽用比特币把友情变没了，这大概是最讽刺的魔术。你觉得周杰伦的钱能追回来吗？你有没有被朋友坑过？评论区聊聊，点赞过10万，
下次咱扒一扒那些靠明星站台卷钱跑路的币圈骗局，别忘了转发给你爱跟风投资的朋友，告诉他，就算周杰伦站台，也别碰虚拟货币。